太好，太好！群体癔症，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治疗？我的这些学生可都是好孩子呀！医生，医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太后，医生，医生，癔症还能传染？这个蜂场毒到底有什么？太好！岛方不负国际社会谴责，目前污水已排放34万吨，相关人员正在预估危害。人生如戏啊，都穿越平行宇宙这么些年了，小日子还在作妖。这小电视一点不好笑，哎，这小日子还真不干人事啊，到现在都没消停。小宋，你这就说错了，人家本来就不是人，还能干出什么人事？要不整点盖革技术系啥的，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杨爷爷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小陈，你终于接电话了。杨爷爷，怎么了？你给我打了很多电话吗？现在在哪儿？别废话，现在我问你答。2条轨道，1条轨道上绑着5个人，1条轨道上绑着1个人。一辆火车正朝着5个人冲去，你掌控着轨道变换杆，死1个还是死5个？你怎么选？杨爷爷突然出电车难题考我是什么意思啊？杨爷爷，我不选。不选？即使是火车会碾过5个人，你怕担责？不，我只是认为拯救他人的生命不应以其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很好，我继续问你，如果那被绑着的人是你，你怎么选？这是必死之举，我会拉动拉杆，因为我怕死。如果另一个轨道是100人、1000人呢？我得考虑考虑。很好，那如果是1万人呢？那你总得给我一个说遗言的时间吧。哈哈，太好了。那如果把你换成你的家人呢？你会牺牲他们，拯救成千上万人吗？不会，家人是我的底线，牺牲我可以，但是伤害他们绝对不行。太好，太好了，你能重刷。不，别接触太好，别接触他。杨爷爷，你怎么说话的？紧急通报！紧急通报！我国突发重大紧急事件，经上级决定启动1级响应，请沿海居民封闭门窗，暂居家中。物资将在今日下午抵达各地区。哎，太后，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杨爷爷对我视如己出，对我家也颇有照顾，必须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发现是石碑，好东西啊！赶紧准备拓印。早晨，你也震惊了吧？如此保存完好的石碑，实在是不多见呐。这一通电话打过来，足够考古院星辰大败部了。在眼里，这不是朱重八的请殿碑吗？怎么磨损成这个样子？老丁，这石碑是不是腐蚀磨损的过头了？哦，说这个，之前你在考古院没待多久，就转学临床医学了，这倒也很正常。我们考古界普遍都认为，所有的文物、书籍、历史书等，都会受到微生物、气候变化、地质变化、时间等因素的复杂影响，腐蚀程度要比正常物品要快得多，这都是正常现象。那为什么这种特殊的腐蚀只针对和我们文化历史相关的东西？哎呀，都说了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只不过成因很复杂而已。还是赶紧跟我继续挖，说不定还有更多的石碑呢，让我们知道太后是谁呢。什么意思啊？老丁不知道太后是谁？未知？等等，为什么会未知？三皇五帝不是人文始祖吗？这么明显的异常，我这10几年来为什么一点没有察觉？古籍大面积残缺，污渍黑点，文物烂得不成样子，磨损严重，太极八卦啊，怎么还传承泡菜国那边过来的了？你管这叫正常？不对劲，很不对劲。我丁教授乃至这个世界都好像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得立刻找杨爷爷问个清楚。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报告上尉，我们截获到多个有目标直接或中转打给杨天佑院长的电话。察觉到了他的痕迹，我就知道他如此的灵觉，我出的锚点。还好，
是真的。这家伙不怕又咋样？我阴性了。看来只有和这位许晨同学好好谈一谈了。这都什么事儿啊？杨爷爷电话没打通也就算了，还给我在大马路上给抓过来了。难不成老丁他们的考古行动没有向上报备？这是要开始了吗？许晨，别紧张，你可以叫我王楚上尉。我旁边这位姓楚，是这次普通问询的负责人。这位是葛老，是为我国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受我们关注。我怎么会受关注？难道是我穿越者的身份被发现了？不可能，只能是杨爷爷和太昊林的事情了。你自己看吧，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个电脑里了。也就是说，杨爷爷那边爆发了一种名为太昊的诡异精神传染疾病，已经让整个医院和前去支援的人都中招了，变成了嘴里只会念叨太昊二字的植物人。没错，这种疾病的传染机制非常奇怪，只是看到了一幅高清台风风水图就会被传染，并且我们的医疗手段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所以我们认为你可能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内情。你是怎么知道太昊的信息？你和这一切是否有关系？我只是觉得杨爷爷给我打的电话非常诡异，太昊二字出现的次数太多，我就给老丁打了个电话，让他陪我去太昊林所在地挖掘，看看有没有线索。至于我为什么知道，我好像生下来就知道这些信息，只不过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最近才醒悟过来。那我们就直说了，我们想知道太昊究竟是什么。太昊是一个人，他是我们夏国的人文始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夏国人。那太昊传染病和我们这位祖先有关系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倒是我想问个问题，你们知道文物特殊腐蚀的存在吗？和我们讨论的无关，而且这不是自然现象吗？真是自然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太昊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千疮百孔，遗漏太多？因为我们的历史文献保存不当，不仅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这是常识。请不要转移话题。这不是转移话题，我必须提醒你，这种特殊腐蚀是人为的，我们的历史正在被人抹去，有人想要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灯怎么爆了？用备用电源，快！许晨，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也不知道啊。这灯自己爆了也和我有关系啊？可是，许晨，有证据吗？其实我们也察觉到了不对。海左富口文化遗址内文物遭保管不善，部分文物遭到损毁，双树文化文物莫名损毁，豫中部博物馆部分古籍内容莫名遗失，等等等等。我念出来的这些博物馆所存放的文物，都是证明我们历史存在的重要依据。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只是腐蚀的程度不同罢了。如果是自然现象，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文物？历史信息被腐蚀，而石头，在座的都知道，一个文明要是没有了历史，教育会倒退，发展会倒退，社会也会倒退，我们会重新变成无知的猴子，到时候整个宇宙都没有我们文明存在过的痕迹。是了，这怎么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怎么可能如此模糊？可是这一切的源头，葛老，你怎么了？心脏病突发，医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行凶，立刻给我控制住他！你们干什么？我只是说了我知道的，我什么都没做。早知道我就装傻充愣糊弄过去就好了。现在好了，把葛老给弄抽过去了，说不定要在牢里待一辈子了。装傻充愣没用，我戴着的耳机后面是决策团，他们能够判定你有没有撒谎。你这时候过来，不会是拉我去枪毙吧？不是葛老醒了，他指明要见你。到了葛老的病房，许晨，葛老现在生命垂危，指定你一个人去见他，并且不让我们旁听，所以这场谈话非常重要。
我们不可能不做任何措施，你要认真记录。好，我知道了。体征检测正常。阁老，您找我。孩子，走近一点。阁老，您这是做什么？别把生命当儿戏啊！放心吧，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只需要听我说话就行。您到底想说什么？我其实在几天前就察觉到了特殊腐蚀的存在，并且立刻投入了研究。但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做一个梦，这梦一直都不清晰，非常模糊。但在刚刚，我看清楚了。我无法描述我在梦里看到了什么，它无边无际，混乱又美妙，物质和时间凝固成小小一块，如同繁星。体征检测异常。阁老，你还听得见吗？快别说了，一切在报警。如同夜之星光，如上晚灯，璀璨心力异常，心力异常。我一生的追求。阁老，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在跟你描述我的梦，不过描述这个梦似乎太过危险。一个梦有什么危险的？我跟你说一下我在梦中的感受。在初看到那个不可描述的物时，我很欣喜，那种感觉我没法忘记，远比我当初造出导弹更欣喜的欣喜。我有一种为之奉献一切的冲动，我很渴望那物，我想任何生命体都无法拒绝。可是阁老，为什么选我说这些？你要比他们更牢固，你不怕冲刷？阁老，你别激动，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再激动了。许晨，你听好了，那物是不可名状，不可言喻，不可视听，理解着万物唤醒。三位，阁老的真正死因，你们有什么看法？直接死因是药物泵的异丙酚注入过量，但它的质量非常好，不会如此轻易的出问题。加上阁老的尸检报告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也不确定。尸检报告有问题？没错，阁老体内不知为何有着远超人体正常生成数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无差别的攻击阁老的身体中的一切。换个说法，阁老当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衰老，如果没有这次药物泵事故，他最后也会因为提前衰老而死。许晨，阁老在你说出来特殊腐蚀的信息之后，就出现了全身性器官衰竭症状，所以根据背后的决策团推测，很有可能那个时候阁老就已经开始异常衰老了。别看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而且你们不是有录音笔吗？我和阁老的谈话都在那里面。我个人以及背后的决策团都分析你没有说谎，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录音笔并没有记录下你和阁老的任何谈话。体征检测正常。有体征检测器的声音，但为什么没有录下我和阁老的声音？体征检测正常。这录的什么东西啊？故意吓唬呢？诡异的不是录音本身，而是录音笔，跟药泵一样，以他们的品质绝无可能轻易出问题。而现在，他们两个同时出问题了。现在，我们就像他妈的被什么东西玩弄一样，毫无头绪又无能为力。其实还有更诡异的，阁老前几天针对特殊腐蚀做了相当多的研究，这是他的笔记，但不仅我看不懂，他手下所有的研究生、博士生都看不懂。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能看懂一样，这不是为难洒家？许晨，你发现什么了？没有，我只是觉得我跟阁老的学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看不懂这种秘闻。这不是秘闻，阁老他是个严谨的科学家，就算是使用加密手段，也不会画出如此复杂、没有基础逻辑，并且引人不适的谜文。我也觉得不会，因为阁老在苏醒之后就叫过我，他说当前发生的一切背后，应该有一个反人类组织在捣鬼。和你说的一样，他们正在灭绝文明，灭绝人类。所以你是说，这笔记本上的涂鸦还有特殊腐蚀，
甚至包括太昊病、超级真菌感染，都是背后一个组织搞出来的。没错，葛老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只能尝试去对抗。对此，葛老在特殊腐蚀的研究上已经有了新发现。我去，这么快？是什么东西导致的？只是有一个方向跟高能物理相关，对此我们已经去请人了。高能物理？我还以为会是什么神秘力量的影响，结果这也能跟科学扯上关系吗？小子，神学也是科学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这边该给的信息都给你了，我们想知道葛老到底是想给你传达什么信息。葛老最后给我说的信息不可名状、不可言语、不可视听，不就是指的克苏鲁神话的设定吗？可这玩意儿是虚构小说，说出去谁能信啊？管他的，先说结论，不然这傻大哥会一直问。应该是克苏鲁。什么情况？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看我？美味、滋养、节制、受乐、奖励，这是什么感觉？如此快乐，如此欣喜，就如我整个人生的快乐时间都聚集在了此刻。我该奉献一切，我该获得欢愉。传播、传颂、歌颂之名。抬头，我只要抬头就能看到那片星空，那无尽的终极之处。侍奉，可得无上欢喜。滚！许晨，你怎么站起来了？而且怎么突然就不说了？应该是什么？对啊，我感觉你刚刚就要告诉我们答案了。我刚刚没说吗？哎，我怎么不能说话了？啊，是应激性失语症。他刚刚应该受到了一次重大刺激。应激性失语？可是刚刚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我也不知道说出克苏鲁章鱼怪的名字，竟然真的引来了他的注视。但好在不知道谁给我下了禁言术，要不然以他的拳头，在座的都很危险。算了，你先试试能不能写出来你要说的话。先写个1、2、3、4吧。啊，这不是葛老写的那种字体吗？是反人类组织，他们动手了！警卫牌，赶紧！哎，什么意思？你觉得警卫牌也没有用？你是想让我们先去调查特殊腐蚀？许晨的判断能力还没有失调，他写不了东西，我们可以猜，然后让他判定。许晨，还是不行吗？放心，解决办法已经送来了。这是杨天佑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说这个玉牌能够缓解你的失语症，但他要求你必须先看这封信，之后才能说话。旧印？是了，克苏鲁大章鱼有了，这玩意儿肯定也存在。你知道你该知道的了。你的锚点稳固，但是别人不稳固。你不怕冲刷，但是别人会被冲刷。那些被冲刷的人，他们都丧形消体，死无全尸，求死不得生。权印知其名，得知其上名，则被其察；患而招其名，则被其视；误传其名，误传其名。冲刷，又是冲刷。难道葛老就没有承受住冲刷，才会身死吗？对冲刷的耐受性，难道是理智值的高低？理智过低就会变成怪物，甚至死亡？还真符合设定，还真能说话了，这么有效。杨爷爷的信中提到过，还有个人受到了这个组织的攻击，还是死无全尸那种。没错，如果不是杨天佑提醒，我们甚至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你也应该看看。电力1，菌丝全身覆盖，所用时间3天。仍有生命体征，该超级真菌源自海洋，通过气溶胶传播，发病迅速猛烈，能迅速感染几乎所有已知生命体，耐药性极强，世界各地均已大规模爆发，且品种不一。我们严重怀疑这是人为制造的产物。当前观察汇报完毕，
特别医疗部正在全力研发针对性化学毒剂，我们已经尝试了所有治疗办法，均无效用，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化学毒剂遏制它的蔓延，将其控制在病原地的小针内。奉献，奉献，奉献！一个从肉体上毁灭，一个从历史上断绝，他们真是不给我们一点活路啊！他们？难道你知道什么？不能说，说了会引起注意。你应该能联系到最高会议，告诉他们，我许晨愿意配合调查，但是我要一队人，而且必须是精英。记住，我们的谈话，包括葛老身死的真相，都不能让议会知道。这种跨越时空杀人的呢？你比我更清楚危害性，绝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你是说，葛老只是引起了注意，就被人用一种未知手段杀死了？对，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家伙一部分正在沉睡，但有些可能苏醒，所以一定不要引起过多的注意。好，我会去澄清，但在命令下来之前，你不能随意走动。我会来问个清楚的。看来你所使用的力量也有所限制。那正在沉睡，应该不至于会被一点小动静吵醒吧？克苏鲁老巢的具体位置我为什么忘了？明明前世还认真背过，不应该忘了。楚上尉，这么快就办好了？这才不到2个小时。上面对此很重视，他们相信决策团的判断，也不能接受葛老这种级别的科学家再次身死的后果。所以，最高议会决定即刻成立特殊事件调查部，许晨任部长，各级人员调配由许晨全权做主，但需尽快拿出成果，时间不等人。放心，我虽然是个大学生，但知道轻重。现在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几位。世强，老安全局成员，主要负责信息分析和推理；楚心，计算机天才，负责信息收集以及联系科学团队和分发你的任务。王月，你早就认识了，他精通脑神经医学，是心理专家、侧写师，负责团队心理健康评估和对敌人的心理侧写。许晨同学，我说话直，你别见怪啊。你一个大2的学生，就想着解决整个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难题，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史强，这是议会的决定，而且许晨是特殊的，这点不必怀疑。好了，有质疑是好事，但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要消灭一个有害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这我知道，找出源头，连根拔起，不留后患。说的没错，现在世界超级真菌蔓延，文化历史腐蚀严重，但他们都有源头，而我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个的冷巢。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我只知道他在大东营，具体位置不清楚，但是他所在的位置一定有特殊现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派人探查这片区域，确定精确位置，然后给他放个大烟花。就算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至少也能让我们缓口气。该死的，怎么这么多藤壶啊？老大，你有没有感觉很冷，还在冒冷汗？奇了怪了，现在北半球不是夏天吗？我觉得可能不是冷，是害怕。我感觉海里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这种感觉就像是钻进了我的脑子里一样。藤壶，该死的，你脑袋上有藤壶！藤壶？什么藤壶？我只是觉得脑袋有点痒。置身于血雨中，置身于孤独中。这里是我上一世的家。哦，阿雷伊，噩梦之躯，恐怖的极致。无数世纪之前，他那脱胎自黑暗群星的巨大可怖的形体就建造出来了。你找到他了？不，别去找他！你的行为会导致更大的灾殃，他们会彻底陷入疯狂。可我们不想再坐以待毙了。
部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觉？快起来开会了！阿米瑞克那边真找到了异常，就在你之前标注出的范围内。什么？同志们，阿米瑞肯于前日在东大洋北部投掷了6枚核弹头，据分析是为攻击深海目标，但我们不清楚他们攻击的到底是什么。徐部长，我们怀疑是他们找到了你所说的敌人。如果阿米瑞肯攻击的地点是在这儿，那敌人的本体肯定离超出动了。有可能情报表明，这群家伙生活在深海当中。可什么体质能让他们在这么强的水压下生活啊？深海，我知道了。阿米瑞肯攻击的敌人是深潜者，哪个不可名状存在的追随者，造成现在世界上一切痛苦根源的罪魁祸首。深潜者，这又是一个新的词。部长，你还知道什么？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记起来了有关深潜者的一切信息。他们居住在一个不能说的海底城市，拥有在深海生存的能力，生物科技非常发达。梦中我甚至找到了他们老巢的精确坐标。徐部长，先停一停。现在议会将整个东山舰舰队都交给了你，你的决定事关全舰队士兵的性命，不能用单纯的梦来确定信息。3号议长，您怎么看？董指挥，议会担保许部长的可信度，同时议会也告诫大家，有关此事件的很大一部分信息是有害的，如果知道具体内容会有生命危险，但我们不能就这么任人宰割。深潜者的影响已经蔓延至全球，并且对我们的科学家、学者，最重要的是对广大人民都带来了死亡威胁，毁灭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我会带着徐部长前往联合会议，事到如今，整个世界都责无旁贷。是，保证配合徐部长完成任务。3号议长，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就这么交给了我一整支舰队？这是你应该承担的，只有你这样的超凡才能感知超凡。现在你才是了解他们最多的人，甚至已经知道他们的老巢，那我们更要重拳出击。人类不能再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了，必须用火焰打开局面。很抱歉，这次的经济会议是有点仓促，我们准备的并不充分。不要说那些无意义的废话了，你现在应该为我们尽快解释一下，你们发射的那2枚洲际弹道导弹。格拉西莫将军说的对，米瑞，洲际弹道导弹的误射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战略平衡，我们需要的是坦诚的解释，而非敷衍的道歉。很抱歉，我这就为你们介绍一下前因后果。这种未知生物被我们的白马骑士命名为深潜者。根据目前的研究，他们能操纵一种生物武器藤壶实施攻击，这是我们找到的样本。而且这种藤壶非常像是基因工程的产物，他们的生物技术非常高。这是我们的舰队发现该海域异常之后，被藤壶攻击的画面很惨烈。但我们发现了更让人不安的事实，这种藤壶是基因编辑的产物，其生物技术远超我们人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对抗深潜者的军事同盟，哪怕是暂时的。我们需要最强大的联合军队，最迅速的行动，直至把这群深潜者从我们的星球上彻彻底底的消灭为止。我们的白马骑士已经掌握了深潜者的信息，下面请他来为你们说明情况。阿米瑞肯真正的目的是信息垄断，但米瑞想不到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所有信息，甚至是深潜者的老巢位置。我应我主的要求，前来为你们解答困惑。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你的主是谁？我主是耶和华，他全知全能，他在梦中给予我指引，让我引导世人躲避灾祸。现在主说，将去大海之上寻找敌人的确切踪迹，消灭他们。
全知全能，怎么连深潜者老巢位置都不知道？感觉还没你厉害。谁知道呢？这家伙不会被忽悠瘸了吧？议会动作还真是快啊，这就把深潜者残骸从阿米瑞克弄回来。正好要去舰队任职，就顺路看看。这么重的实验服，这个是奇院士特别吩咐制作的，里面夹着一块防微量辐射的材料，任何人来都需要佩戴所有护具才能进入实验室里。核污水加上核爆，这些残骸肯定携带核污染物，虽然处理过，但能防还是得防，小命要紧。记录一下实验体的肌纤维类型，预估也跟正常人体一致。老师，记录下来了。记录本给我看看。好，把这些组织都拿去分析，尽快去查明这些组织各项指标。是，老师。许部长，你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了？我要前往东山舰舰队任职，就顺路过来了解一下敌人的信息。奇院士现在有什么发现？这种造物非常神奇，他们的肌肉皮肤在失去活性之后，就跟人类一样，但在主体存活之时，他们能抵御深海水压，甚至子弹对他们都没用，并且他在蓝星上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近亲，这是最要命的。他们是外来者，他们的 DNA 远比我们的更多更精妙。我们还在他们的细胞中发现了一些很精致的全新的细胞器。阿米瑞肯将其称之为 Immortal Organelle， 它们能起到替代 DNA 端粒的作用。Immortal Organelle 之永生细胞器，所以深潜者的细胞分裂不需要端粒。没错，这些细胞器能防止在细胞分裂时染色体丢失或损失基因信息。换而言之，它们的寿命会很长，接近永生。就单单是这个细胞器，我们就可以定论，这绝非是地球上自然进化的物种。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才能够制造如此精妙的造物？部长，不，徐司令，刚才1号议长来电，国内的患病患者正在异常快速的增加，同时，欧罗巴许多国家，包括与我们相邻的巴拉特，都遭到了大规模的超级真菌入侵，死伤非常惨重。楚钦，调出卫星图。看来阿米瑞肯的核弹并没有将其一网打尽。这是来自深潜者的报复，是对我们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挑衅。我们要立刻对其施展同等的报复。3号议长，徐司令，我们不能再等了。紧急联合会议正式开始。各位，敌人的这次报复来得极为迅速，我们必须立刻进行军事联合行动。我们已经对外宣传是军事演习，已经对其区域进行航空管制。我方将会派遣第7与第3舰队一同前往东大洋北部中心。我方具体舰队信息已经发送，请接收。第7舰队常规部署就有1个航母战斗群，第3舰队更是有4到5个。上一次深潜者也没有让他们损失航母，米瑞这次真是下了血本啊！北方联合会派遣东大洋以及北方舰队，但主要攻击力量则是我们的18艘核潜艇，其中有4艘亚森级 M 级核潜艇。不列颠与高卢将作为欧罗巴联盟一同派遣舰队，我们将派出皇家舰队与高卢的航母战斗群。我方也已派遣我们的东山舰号、东山舰航母战斗群。会议结束后就加入此次联合行动。只出动1个航母战斗群，虽然比不上其他4场清朝出动，但海军出动成本太高，国内医疗还需要资金投入。
550区再强也是驱逐舰，家底还是不够丰厚啊。要是航母也能下饺子就好了。很好，经过评估，我们出动的舰队船只数量已经完全有能力对整个北东大洋进行封锁与搜索了。这一次，深潜者将无处遁逃。不过这一次的战斗不像以往的海面战争，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还希望你们能高置对深海的武装设备，以便我方处上尉部再根据你们提交的海上军事实力来划分负责区域。这是针对那些机身藤壶的光域微波装置，它完整的覆盖了整整1艘船体，对人体杀伤效果有限，但是对于想要附着在船体上的藤壶而言，很短的时间就足以致死。一群老狐狸，他们这是来秀肌肉的，下一步估计就是要主动权了。我们还有其他对深海武装，但是这3种足以代表我军的锁敌、进攻防御能力，因此我们将负责北东大洋东部1/3的区域。其次，我听说不列颠方面的武器具备非致命功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想利用你们的武器活捉一些深潜者。当然，如您所愿。但我有个问题，你们仅仅可以靠2只舰船，就可以投放你们所说的具有相当范围的放电端子。是的。这些舰队属于特种舰船，可以不搭载常规武器。是这样。那就相当于没有危险。既然如此，我提议我们每个舰队都编入2艘，他们搭载了电流武器的特种舰队，来捕捉可能遇到的深潜者活体。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这种危险的预感，难道和不列颠有关？他们的舰船有问题？那么就先这么决定。毕竟以人类大局为重，让兵工厂对我们的无人深潜器做一做防电措施。我们可以接纳不列颠的特种船只并入舰队。我也认为可以。深潜者的躯干身体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个好机会。楚心小同志可以再次接入会议了。不行！怎么了，许晨？有什么不妥？不清楚。3号议长，不能接纳不列颠的特种船只。为什么？不列颠的船有问题。许司令，我理解你的担心，但现在人类文明的危机在前，各国都深受其害。他们背叛的理由是什么？难道就不怕我们的报复？这可不是100年前了。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我只是一种强烈的预感。你的意见我们很重视，但是阿米瑞肯的提议非常有诚意，就连不列颠方面都在极力的配合，派遣的都是常规的功能船，甚至愿意让我们搜查。更何况说句不好听的，欧罗巴虽然有2个5常，实际上加起来都不够我们打的。他们没理由，单靠预感的话，我们很难调整整体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我们已经达成联盟了，你需要提供证据。哎，对呀，总不能直接说我的灵感预警了。明天就要出海了，我该怎么办呢？3号议长，那我这个司令在舰队出海之后有多大权力？出海之后，你的楚上尉也会跟上，帮你分析。但如果你判断情况危急，那么你的命令高于一切。毕竟你是我们之中唯一的超凡，议会相信你。好，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会保护好我们的舰队的。司令，不列颠的2艘特种船只已经抵达舰队附近，他们询问我方要不要登船检查。我建议登船检查，我们有设备，检查一下也能安心。不，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这些不列颠船只绝对有问题。我们去登船检查，很可能让他们狗急跳墙，让他们远离我们的舰队，至少要隔开相当的安全距离才行，否则立刻击沉。这会不会太激进了？很激进吗？那行，就让他们警告一下，然后击沉好了。他们没有搭载常规武器，
对无反抗能力的舰船开火有些……谁说的？万一人家用船撞你怎么办？让他们改道，让无人机跟踪监视，注意保持距离。那些专家还没消息吗？我们的航线有没有问题？报告，没有新消息。按照许司令的坐标，我们没有偏离航线。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先吃点饭，可别把他们累坏了。来自不列颠消息，他们声称皇家舰队的通讯系统因为年久失修，缺乏维护而全部瘫痪，恐怕无法与我们共享信息了。认真的吗？这种级别的行动，通讯系统居然这么儿戏？让无人机去看看。不对，我建议让舰队开启雷达，舰载机紧急出动，要尽快找到不列颠与高卢的舰队位置。我怀疑他们有异动。是。别急，还没完，把2艘不列颠的特种船只给我赶到舰队外面去，保持最大安全距离。导弹也给我锁着他们。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直接击沉。当然，先警告一下，再击沉。特种船只速度开始加快，不像是在进行搜索作业，呼叫也无应答。立刻警告，如果他们的船再不停下，就立刻击沉。许司令，虽然议会非常重视你的每一个意见，但这次真的有些不合规矩。现在是特殊时期，你无法保证不列颠在会议上说了真话，我必须掐灭一切可能的危险。好吧，你说的有道理。这次不是演习，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和你一起承担。谢谢。如果我要更保险一点，防止不列颠舰队的攻击，怎么做？再起飞一个舰载机编队，建立空中优势，掌握制空权。不过目前不列颠舰队没有动静，我们如果做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挑衅。那就让他们当作挑衅，命令航空飞行编队起飞，掌握制空权。是。但是有个问题我必须说，这次行动我们没准备跟其他国家打仗。搭载的几乎全是深海武装潜艇与相关补给，空中编制不足正常作战单位的1/3。这对我们掌握制空权有影响吗？有，这样做的代价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和舰载战斗机火力与燃油不多，若是爆发空中战斗，需要速战速决。那就这样安排。等等，楚小伟，到！快，不必警告了。立刻击沉不列颠的2艘特种船只，快他们危险！是。他们已经接近了长兄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若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很可能让他们发现什么。警告，你们已经进入我方话题范围，请立即离开。大副，把起爆器给我。是。为了兄长，为了我的主，你们赶紧毁灭吧！这种烦躁感是怎么回事？明明一切按计划进行。遭遇核打击！甲板地勤与所有人员迅速隐蔽，不要直视报信方位。重复，不要直视报信方位。那些孩子，甲板上的地勤还没完全隐蔽。冲击波！好痛！东指挥、部长，你们受伤了，现在先接受治疗。司令，伤亡统计出来了，轻伤207人。歼717战机起飞时遇袭坠机，已起飞的战机全部失联，
只能靠机械制动。我这个指挥难辞其咎啊！这不怪你，谁能想到他们会用自杀式攻击？战斗还没结束，我需要你指挥舰队。是。背叛。报告，无线电通讯已恢复，我们已经成功联络编队指挥部，可以联络了。快把步话机给我。喂，我是东山舰总指挥东海，收到，请回答。这里是舰体红安号，请讲。我们的舰队损失如何？不列颠特种舰船搭载的是阿米瑞肯最新的 W98 核弹头，他们绕开了协议，采用手动方式引爆。我们的舰队依许司令的命令，只有靠近特种舰船的2艘405A 护航舰失去联系。但阿米瑞肯与北方联合的舰队损失惨重，水面舰队基本全军覆没。那不列颠与高卢的联合舰队呢？这就是坏消息。欧罗巴联合舰队都在绝对安全区。不列颠航母战斗群正向我们驶来，是女王伊丽莎白号，他们是来收尾的。你们能应付他们吗？不行 ，EMP 导致舰载导弹与雷达受损，精准度大幅下降。我们正在加紧检修，但需要时间。红安号，我们正在清理甲板，15分钟内无法起飞舰载机。目前只有之前起飞的飞机可能存活，但通讯中断后失去联络。稍等，我们启动了紧急雷达，捕捉到6个友军战机信号，正在尝试联络。不好！雷达显示敌方飞行编队正在接近，已进入警戒空域。他们应当是决定在引爆核弹时就已起飞，避开核弹闪光后直奔我们而来。还有多久才能恢复跟飞行员的通讯？报告，很快。领导呼叫塔台 ，J708 呼叫塔台。塔台收到 ，J708 飞机编队情况如何？我们遭遇核爆闪光 ，J707、J709、J712坠海 ，J710视力受损，剩余机体均受 EMP 影响。J711失联，只能靠手势联络。Z403因空中机艇已坠机，现在由我接任指挥。我们发现不明编队正飞往航母，已前往拦截。J708注意，不列颠与高卢已叛变，那是女王伊丽莎白号的舰载机，目标是我们的舰队。航母无法起降飞机，空中力量支撑你们，务必坚持15分钟。J708收到，保证完成任务。J708呼叫塔台 ，Z402捕捉到敌方单位雷达的工作模式的信号模式和特征，对面没有隐藏自己的行踪，是 F35，12架，6架飞机中还有1架舰载预警机，实际可作战的仅5架。 5代机对4代半，12对6，这是自杀式拦截。但如果不拦，舰队防空未恢复，航母就是活靶子。他们的隐形涂层可能在核爆 EMP 中受损，否则雷达根本发现不了。J708拖住他们。J708收到。红安号，请尽快重组编队，我们的航空兵需要支援。红安号收到。 改装后的雷达果然精准，但这数量是一整个中队的敌机，身后的 J711还能撑住吗？鬼曜4 ，J711的情况如何？鬼洞8，勾711雷达与无线电仍然没有恢复，它让我们保持前进。雷达截获，雷达截获。敌方飞行编队已经注意到我们了，超视巨空空导弹进行躲避机动，散开迎敌。 雷达截获，雷达截获。他们放弃超视距优势了？不对，国外弹无法干扰，软规避机动，逼迫他们进入缠斗。我主公，你掩护！鬼妖洞，你这样太冒险了，那是实弹。鬼洞8，我明白，但我比你更适合引诱。他的视力受损，
这是在用生命为我们创造机会。雷达截获，雷达截获。这操作像是新手，不对，是陷阱吗？我锁定敌机，发射核导弹。太反常了，这些 F-35飞行员的操作根本不像精英。无列颠到底在搞什么鬼？这710的位置太危险了。这些 F-35飞行员简直像刚毕业的菜鸟，连最基本的交叉掩护都不会。这反而不对劲。终于解决一架。拐动8拐10，我是拐13。林敏说，小心那架黑尾翼的 F-35。这713，报告你的状态。拐动8，这架 F-35不对劲，它的过载至少9G，我躲不开了。这714，保持机动，我来吸引他注意。不好，是陷阱！这些菜鸟是故意示弱。鬼11，你的雷达恢复了，他的通讯系统根本没恢复，他是来送死的。我锁定了他不可逃逸区。是钟摆激动，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待机的代差真的无法弥补吗？长兄步步列颠部。奇怪，哪儿来的杂音？请不要屏蔽我，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你们或许需要我的帮助。不列颠飞行员，在这种时候是劝降还是陷阱？但现在情况已经不能更糟了，听听也好，或许能找到突破口。我跟我的战友，还有我的祖国所有的人民，都被恶魔占据了躯体。恶魔什么意思？深潜者？不列颠和高卢的背叛，果然和这些超凡存在有关。他不怕被同伴听到吗？还是说他们根本不用无线电交流？是某种绿色的物质，可是无处不在的幽灵。而我们的中队队长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点，他能控制附近的人，甚至还有神秘力量。被控制者不能伤害节点，我没法杀了他。我只能很短暂的掌控我的身体，我会给你们创造机会，杀了那个恶魔。我要夺回我的身体，哪怕只有1瞬。这是什么机动？药物机过载，这根本不是 F-35，难道是某种秘密原型机？不，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科技范畴，是那个节点的力量。就是现在！怎么可能？这种横向移动！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已经晚了，已经晚了。他还在呼唤我们，他还在呼唤我们，我们无法摆脱他。我就是他的血肉，我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无法逃离。G708，这里是鸿昌号，抱歉，我们来晚了。
但我们雷达突然失去所有敌机的踪迹，他们逃跑了吗？不，他们坠毁了。该死，我们又失去了一个母体节点。我们的特性可不是无穷无尽的，那是长兄付出巨大代价才为我们换取的。每一个节点都弥足珍贵，不容损失。计划又延后了。不只是这样，若是没有达成他想要的，我们也一样要付出代价。这样我们恐怕就很难在那位伟大的旧日苏醒之日，同长兄一样，被他永恒的注视。他只会瞥见我们一眼，如同这些可悲的重置。一切为了长兄，我们的计划并不重要。既然那支 F-35飞行中队没有完成任务，我们应当继续下去，绝不能放任这些重置搜寻到长兄的行踪。报告，收到一份来自航空兵 J708的语音情报。播放录音吧，让我们听一听，究竟是什么情报？请不要屏蔽我，我需要你的帮助。是某种绿色的物质，它是无处不在的幽灵，它能控制附近的人，甚至还有神秘力量。也就是说，不列颠与高卢居然是因为被某种东西控制了，才对我们发动的攻击。我认为这种控制与部长提到的他有关，这恐怕也是生前者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居然能控制整整2个国家。我刚刚搜索了全球网络信息，不列颠和高卢现在很奇怪，他们好像与蔓延的真菌共存了。我怀疑整个欧罗巴都可能凶多吉少。我想起一个东西在巴西热带雨林中，一种学名为偏侧蛇虫草菌的真菌，类似冬虫夏草，它们能在昆虫活着时进行感染，将寄生技能进化到了巅峰。我认为他们感染的是虫草科或线虫草科的变种超级真菌。那样的话，巴拉特感染巴拉特的真菌属是霉菌属，与阿米瑞肯及我国沿海太平镇爆发的真菌一样，主要体现在致命性上。霉菌属应该没有控制心智的能力。那他所说的节点会不会与此有关？不愧是老调查员，是有这个可能。对方拥有超凡力量，这种力量相当危险。你如果要说这种真菌会像 WiFi 或者蓝牙一样，通过信号来控制人体行为，我其实也不感到奇怪。继续注意不列颠和高卢舰队行踪，战斗还没有结束。舰船下的破损区域又扩大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受到影响？报告，动力系统正常，核反应堆运行稳定，推进器功率未下降。很好，虽然我们打掉了不列颠舰队的一个飞行中队，但是我们剩下的导弹已经不够应付不列颠舰队的下一次进攻。一旦他们的 F-35起飞，我们就将束手无策。我们要尽快前往，打掉他们的航母。红安号和其余2艘550大驱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他们还要前往更深的大海。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为家人，为夏国，哪怕是沉没，我们也要击沉不列颠的舰队，让他们永远沉睡在这儿吧！全速前进！是，全速前进！老舰长，下面的情况怎么样了？特报让红长舰左侧船身赤水线以下的区域受损，旗面脱落。我已经带着战士们进行了抢修，但是效果有限。特务已经打穿了船身的表层装甲，很可能……糟了，是寄生糖糊，射进来的海水里有幼体。抢修的时候，至少有7个战士全身都湿透了。管理密闭门的操作员是哪个？报告，是我。有紧急情况，我要你在我离开指挥中心后，立马关闭战舰上所有能控制的密闭门，绝对不能再次打开。他早就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还把特种器都留给了我们。诸位，我们遭到了来自深潜者的生化袭击，就是这个寄生藤壶，甚至逼迫了阿米瑞肯不得不对自己的舰队进行打击。很遗憾，我们的防护措施已经失效，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阻止寄生藤壶的蔓延。如果就此返航，我们确实可以放弃洪昌舰，很大概率可以活下来。但是，若是导弹失去了洪昌号，就会失去了眼睛。舵手，是，继续前进。导弹，我看到我们的导弹了。来自我们岸基反舰导弹的支援，敌方的航空母舰毁伤效果如何？没有，对方的航母安然无恙，似乎并没有遭受打击。剑桥指挥中心呼叫甲板地勤，海上漂浮着什么？是寄生藤壶，但我们的特种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洪昌号似乎不太妙。洪昌什么情况？最后信息，洪昌号船身有受损的地方，无法用特种器阻止寄生藤壶的蔓延。有船进入雷达范围，洪昌号要撞上了。坐标：不列颠舰队，锁定。为了胜利，洪昌舰牺牲了。我们还有大海，不会忘记他们。报告东山舰指挥中心，洪昌舰发射的反舰导弹已命中目标，敌驱逐舰编队丧失战斗力。但女王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舰仍在向东山舰舰队方向移动，未受任何损伤。离导弹，离导弹！敌舰防空系统反应延迟，他们没有预警机支援。这切奥斯掩护，我尝试反舰导弹攻击。怎么回事？制导系统失效了。G708呼叫塔台，请求战术指导。塔台收到，立刻返航，甲板已经清空。来不及了，他们的 F-35已经进入弹射位。塔台，我不返航了，我和我的座机将是最后一发导弹。我也不返航了。教员说过，生死举足轻重，换个航母值了。为了胜利！愣着干什么？快按下，不能让他们靠近！俘虏不会再投降了，特别是对你们这种怪物。上国，所有还在战斗的人们，请为我们报仇。报告，G708小队成功撞击敌舰，女王伊丽莎白号已经丧失战斗力。他们用生命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的牺牲白费。继续前进，我们就快要到这群畜生的老巢了。东山舰舰队接松红安舰已经抵达许晨提供的坐标点附近，开始作业。这里是洪昌舰。什么？902医疗舰？什么情况？2个中断。明白，我会注意的。这鬼天气，能见度不足100米，就算902舰就在附近也很难发现。希望他们只是通讯故障。
刘舰长，马上要进入风暴中心了。我们跟东山舰剑桥指挥中心的联络信号越来越弱，随时可能中断。使用过信号灯光联络了吗？试过了，能见度极差，灯光根本传不出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902舰的具体方位。这种极端天气不仅干扰无线电、卫星和数据链，连声呐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不是还能检测到902舰的拖曳声呐仍在运行，恐怕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他们的踪迹了。这次不是普通雷暴，是极端天气现象，性质堪比龙卷风、台风和冰雹的综合体。不能撤，司令标注的位置就在下方，那些学者都已经不顾安危，进入深潜球，准备下潜探查情况去了。我们更不可能放弃。我明白，按计划进行吧。对了，去帮我把0号船舱的手提箱子带过来，我有预感，我们很快就能用得上。0号船舱，那个存放特殊设备的仓库。没错，快去。是。这是防辐射涂层，里面应该还夹了铅屏蔽层，整个舱室都是特制的。看来那个要下放到深海的装置，比我想象的更重要。这么沉，里面到底是什么？难道是某种深潜探测器的核心部件？什么声音？是风声吗？中央仍然没有消息吗？我确认一下，干扰还在持续。联络员说，尝试了所有加密频道，都无法接通。还在持续？我们在水下的同志进展如何？深潜球下潜顺利吗？他们还在进行作业。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有种莫名其妙、毛骨悚然的感觉？不像是单纯的冷，不太对劲儿。我建议向东山舰指挥中心发警告，通知水下的同志们尽快完成作业。我怀疑深潜者已经行动了。什么情况？深潜支援组队长，速到2号吊机。报告，深潜支援组队长胡光明报道。你要注意一下你手下的战士，如果有不适，立马安排去看军医。是。不过为什么突然会说这个？我们到现在都没遇上敌人，应该没有伤员才对吧？你看看那位战士，田聪接替丁超的职位。丁超，你给我暂停手上的作业，先过来。深潜支援2组，丁超报道。冰凉，没有一点温度，在这种天气下长期作业，室温是很危险的。可能是室温，这场暴雨太冷了，是我的失职，没有及时安排轮换。丁超，你立马前往医务室，让军医看一看。报告，我是支援2组最熟练的吊机技术操作员，我认为我还能继续执行任务。放屁！你是南方人，没经历过这种低温天气，根本不知道失温症有多可怕。你话都说不连贯了，还逞什么强？是。我马上就去。叮嘱支援组的战士们，一旦有发现类似情况，务必先撤离岗位，寻求救助。你们的支援组冒雨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这不是忽略战士们身体状况的理由。我这边也会呼叫随船军医，为所有露天作业的船员战士进行检查。是。怎么？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东副舰长，我感觉不对。不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不像是失温症引起的颤抖，是恐惧。他们的生理指标显示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些绝不是失温引起的，更像是极度恐惧的表现。
惧？这怎么可能？我们的战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思想上武装到了牙齿，能为任务赴汤蹈火。怎么会因为这点风雨就恐惧？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汇报？这完全不合常理。我不知道，我也能感受到那种莫名的恐惧，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这种感觉是无缘无故从大脑里蔓延出来的，有可能是某种幻觉，或者精神类药物。不，更像是某种直接作用于生理的攻击，与意识无关，就好像我们的生理机制被篡改了一样。连续向902医疗舰请求支援，我发现不了病因，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掌控。我们已经呼叫了医疗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回应。难道是通讯中断？难道是这暴雨本身有问题？如果雨水里还有某种未知物质，那意味着天上的雨云可能蕴含着几万吨的。别瞎猜，当务之急是确认902医疗舰的方位。怎么回事？报告副舰长，我们在将深潜球上浮时，遭到了深潜者的进攻。目前，我们的深海舰队暂时把他们压制了回去。他们不敢硬扛40毫米水下机炮，压制回去了。这么说，我们建立了火力优势。深潜者这么弱？不是的，船长，他们下手非常狠。我们伤亡不小，而且我们刚与旗舰接力及时声纳通讯，旗舰警告，南山舰和902医疗舰均已失联。902医疗舰失联了，怪不得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我还以为是雷暴导致的通讯中断，不好，这是超自然攻击，某种东西已经在注视着我们了。水下的战士情况如何？目前还未发生任何减员，那些深潜者根本无法靠近我们的深潜部队。报告，深海出现超大规模的不明生物集群，他们似乎正要上浮。是深潜者？不是，从声纳特征来看，恐怕是寄生藤壶。藤壶？这里也有藤壶？我记得深潜部队的装备都做过毒性处理，藤壶应该奈何不了他们。我们是不必害怕藤壶，毕竟我们不仅深潜部队的装备处理过，船只也有相应的涂漆。但是这些藤壶可没必要破坏我们的船只，只要他们汇聚在我们的战舰周围，他们本身的存在就会干扰我们的火力。这些深潜者想要上浮靠近我们，他们如此不计代价的上浮，肯定另有目的。毕竟这些深潜者并不愚笨，相反，他们的决策相当迅速。保持清醒啊，陆泉！最年轻的副舰长，别丢份儿！绝不能让深潜者和藤壶接近舰队，必须将他们阻拦在200米水下。这种量级的藤壶，单靠我们的深潜部队可无法解决。先进声呐，操作员，启动声呐全功率模式，给我轰碎他们！全功率模式，找到了。正在启动。有效，那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
正在消退。此声波有效。不要太乐观，我怀疑不单单是我们，整支舰队都有可能遭受了袭击。好在我们现在总算是有办法反制他们的攻击了。等等，有不明身份船只靠近，向他们发送无线电，询问身份。不行，无线电仍然没有恢复。那就用奇语，直接用信号灯询问他们的身份。是902医疗舰，他们收到了我们的求救信号，他们在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救助。902医疗舰，他们居然平安无事吗？太好了，我们的先进声呐本质仍然是一个声呐，启动全功率模式无法维持太长时间，非常需要902医疗舰的支援来让他们判断究竟是什么情况。先进声呐在全功率模式下只运行了56秒，发音单元离线，我们的声呐已损坏。这么快？那立刻快联系902医疗舰的快艇，让他们尽快返回。放心，同志，我们是902医疗舰的军医。我给你注射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能帮你抵抗这种恐惧。贝塔受体阻滞剂可以通过阻断贝塔肾上腺素能受体来遏制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以及其他应激反应。902医疗舰在遭遇那种不知名的恐惧后，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刘舰长，指挥中心内所有人均已注射完毕，只剩你了。先救操作员。他居然全程保持清醒，在那种程度的精神攻击下，不愧是老舰长。感谢你们的支援，打断了附近海域的恐惧之声。不过，为了接下来的行动顺利，许司令他亲自来了。什么？司令亲自来了？这可是前线，不行，让司令赶紧回去啊！我就是专门来的，我感应到了奇迹，我需要这些超凡力量的刺激，能够让我有一些灵感，在超凡层面找出对付他们的方法。让所有人全部撤回船舱，毕竟接下来可就不是这些小打小闹了。奇怪，我看到这种级别的超凡生物，理智为什么没有下降？不管了，既然我是特殊的，那么就来吧，克辛拉，克苏鲁之子。这些东西好恶心。天高地久，仰首赞叹，今夕苍穹，星移斗转。十四晋江，石虎光阴，缟素耶晓，天地神秘，万种岁岁，家喻户晓。早早可据，永世不朽。动心触目，局其不安，名声极盛，慈悲无阻。太后，你是太后？你刚才唱的那些是在说什么？来龙去脉。好家伙，还真是言简意赅。所以你是在警告我们？可现在深潜者老家都快被我们打穿了，这警告是不是来的有点晚？哎，你还真是大胆，那可是不可名状之子嗣。你以为你真的不会死？这不重要，我要掌握一定的力量。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微虚，世间万物之终结。啊，玩这么大？归墟不是传说里的地方吗？你务须了解此地，这里与你并无意义。话是这么说，不过归墟里有这种东西是正常的吗？看着就不像擅长。不正常。你知道我来找你是来问策的吧？你很重要，我会帮你。既然你需要想起一些知识，它抹除了所有神秘学知识，唯有我保留部分传承，但这些知识不能直接给你。为什么？是怕信息污染？我的锚点很坚固，直面科辛拉都没事。你的锚点确实坚固，但问题不在污染。难道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知识后，
会被他察觉，所以不是不能告诉我，而是只有我自己接触或推测出的信息才安全，就像反向污染他的罗网。如此聪慧，他的蛛网笼罩过去未来，你是唯一不受其束缚的变量。若从这里获取本不应知的知识，就会触动蛛丝。这么说，人类现在就像蛛网上的猎物，只有我这只虫子能在网外活动。好了，时间不多了，剩下的问题下次见面再说吧。记住，加固屏障的方法藏在你已经接触过的事物里。雷电停止了，电磁影响也没有了，太后拖住了科西拉。快投放武器！现在敌人已经暂时没有了头领。正在投放，令山6800米加速模式，预计2分钟后抵达。深潜者，找死！太后说，神秘学知识就藏在我接触到的事物当中。那么就你了，万境之首，铁镜。深潜部队报告核爆闪光，对深潜者老巢完全毁伤。司令，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易经竟然真的有用！司令，司令！报告，地听系统捕捉到北东大洋次声波，核爆特征明显。地听系统，卫星图像呢？未观测到光闪和云团，深度可能超过6000米。许司令，他们成功了！好啊，好！报告，紧急军情，欧罗巴不列颠方向出现异动。请进。他们的舰队正在朝着长兄的方向前进，我们很可能无法在预定的时间操控整个欧罗巴。我们永远是兄长的力从。那些大国现在小联合，这些重置的历史从不缺乏内斗与猜疑。你们已经掌握核弹了吗？他们的神经元系统如此复杂，现在能掌握的只有少部分核弹，大部分授权在不列颠统领那里，而我们不能感染他。记忆损失会让他忘记核弹密码，那样我们岂不是？这些重置被道德与亲情束缚，我们有太多办法了，比如他最疼爱的小女儿。终于是能够带着女儿出来玩了。这段时间都窝在白宫，都快长蘑菇了。爸爸，我们快到摩天轮最上面了呀！我的艾米丽，你今天玩得开心吗？爸爸，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啊！爸爸，我好疼，我的脑子里有个人不让我说。艾米丽，你哪个地方疼？不知道，全身都疼，像有虫子在咬我的骨头。喂，安保团队，立刻派医疗直升机到游乐园。艾米丽她们来不了了。爸爸，你是谁？我就是你的女儿啊，爸爸，我们该下去了。好亮，这不是艾米丽，但她的脉搏还在跳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的失误。你的女儿即使到现在都还能存在着一定的思维能力。你到底是谁？你们有什么冲我来？她只是一个孩子。
我是长兄从伟大的模仿的亿万光辉之一，因此你可以称我为万物归一。万物归一。不列颠核潜艇部队接通了！天哪，这可是我们正式接触潜艇部队，我们派去参加联合军演的军舰都没有他们。我的不列颠统领，轮到你出场的时候了。为了他的复苏，当做一个小女孩又算什么？人类这点羞辱与代价，确实不值一提。我是不列颠统领，我授予你们核弹发射的权限，坐标1066515074012778，核潜艇授权码 Z6J1291RMI3A4ONC。终于能消灭你们这些虫豸了！我要为我的长兄复仇，你们都要化为灰烬！啊！离线！该死的虫豸！你做了什么？因为我前半部分授权的是销毁核弹的密令，这些销毁密令更简单，它们是虚伪密码，可以嵌入任何一串数字中生效。而后半部分嘛，你竟敢阻止长兄的计划！你竟敢！立刻下命令拦截他们！你倒不如命令我再造颗核弹，大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one will do his duty.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对不起。没关系，爸爸。深潜球里面的内容物被带到生物院研究后，发现了其中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严重异常。这种骇人的异变无疑与克辛拉有关。尽管被太后拖住，他仍有余力对付凡人。从那些污泥之中解剖出来的相机胶卷，即使经过修复，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深潜者的威胁暂时解决了，但要探索拉莱耶才能获得更多的情报。可我并没有对付克辛拉的办法。上次的血书已经的威力，自我醒来之后就再也不能复刻了。但好在有我亲自书写的易经，还有一定应付超凡之力的能力，算是有所收获。部长，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再耗费脑力了。哎呀，我的王医生，就是精力耗费过度晕倒了而已，我多吃点红枣不就行了？小事儿。不行，必须吃药。待会儿还要去剑桥指挥中心开会呢。司令，紧急军情！欧罗巴在刚刚发动了全域核打击。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得到消息？因为这些核弹在发射之后自行解体了，而不列颠和高卢的核潜艇部队将剩余的核弹投向了他们本土。总部正在评估欧罗巴的损伤。看来欧罗巴肆虐的真菌没能真正的控制欧罗巴的人民，他们进行了最后的反抗，没有投降。唉，如此说来，在欧罗巴的超级真菌节点应该被毁灭了大半，怪不得超级真菌的攻势也随着一下减缓了不少。欧罗巴抵抗到了最后，但整个欧罗巴文化的结晶也随之毁灭了。他们之后只能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书上，这对人类文明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是惨胜啊！那边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整个欧罗巴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变成了废墟，还有一些乡村也都被超级真菌控制的人所占据了，相当于被抹除了。剩下的人就只有在我们和其他地方的滞留人群，那却没有被控制的欧罗巴潜艇部队也来投靠我们了。对了，现在超级真菌的活动怎么样了？不太好，北方联合西部边境传来消息，真菌的入侵速度加快了。巴拉特那边还是老样子。老样子？
不对，让舰队立刻动身，全速回家。我怀疑我们可能还有没有发现的大麻烦。回到夏国之后，许晨开始马不停蹄的手写，已经期望为一些危险研究制作一份保障。这光靠我一只手能写多少啊！该死的克苏鲁，把这个世界的神秘学知识全部销毁了，只能依靠记忆了。超级真菌、莫名疾病发展到今日，已经造成过亿的人口死亡，都是直接或间接被克苏鲁夺去生命。我确实还记得一些旧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克苏鲁的仇敌，但是我却不太确定那些旧人是否会响应我们的召唤，更不确定一旦真的将其召唤出来，是福是祸。为了文明的存续，为了夏国和人类的存在，为了爸爸，我必须想尽办法，甚至不计代价的获取一批知识。那就只有找他了，尤格索托斯，万物归一者，门之石，所有知识的源头。他全知全识全能，拥有甚至连阿萨托斯都无法形成的巨大智慧。每一个拥有智慧的人都被认为只是尤格索托斯的一个部分，包括单纯的人类到最复杂的外神。据说如果取悦这个神，他或许会给我想要的知识。虽然我还没想好如何取悦他，不过我记得召唤尤格索托斯是需要咒语的，太后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只能凭借王月说过的记忆恢复药物 EPLSD 才能回想起来。部长，北方联合这下恐怕是顶不住了，楚上尉都被临时抽调走了，现在我负责军方联络。超级真菌的拟年菌态，这真菌这么会玩，但我们没什么办法吧？只要靠像祈愿师那样生物方面的顶尖人才来想办法应对吧。专家团队已经在研究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北方联合在向我们请求索要大量的 CLCN3，他们只剩这一个办法了，而我们的 CLCN3都由咱们进行协调管理的。不对啊，我记得我们不是将 CLCN3 的工业流程完全移交了一份给北方联合吗？他们难道没能制造出足够使用的 CLCN3？ 但不幸的是 ，CLCN3 非常危险，产生的泄漏事故直接导致北方联合圣彼得堡化工区发生了灾难性化学品污染，他们的产能下降了80%。我们的产能也极其有限，而且大部分都估计给巴拉特了。他们那儿从卫星地图看都黑了。不过唇亡齿寒，我们只能从巴拉特下手了，要保住北方联合。对了，现在有巴拉特的消息吗？没有。不对啊，我回来就拜托边境部队派遣特种小队前往巴拉特进行侦查，怎么会没有信息？他们没给我们汇报吗？可我们对这件事没有印象，你是单独跟边境那边说的？我问一下。喂，没错，我是来询问向巴拉特派遣侦查的结果的。好。什么？是失败了吗？没有记录？怎么可能？需要详细调查。我明白了。楚上尉，你记得我曾经向3号议长提出调查巴拉特的请求吗？我知道了。怎么，有结果吗？不，他又出手了。你带了易经吗？看我这个反应，既然你们携带了易经，或许你们就能安全地接触带有一定污染的知识。也就是说，我能泄露一些打擦边的禁忌知识给你们。你不是每次发现什么都会给我们分析，已经把你能说的都已经说出来了吗？某些知识是带有污染的，我们很有可能被抹除了一支特种队伍，有可能是彻底的从人类的记忆甚至记录中抹除。目前只有我能捕捉到他们存在的痕迹。如果我随意说出这个信息，你们很有可能会被盯上。
真的不应该呀！你是说任何存在的信息都被抹除了？没错，我们甚至很可能找不到失踪的究竟是哪支特种小队，并且我个人也想知道巴拉特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接收我们的各项球员，但是没一丁点动作？你想去边境探查，你恐怕连枪都不会使吧？并且估计你也不知道秘密穿越边境到底有多危险，无数蛇鼠蚊虫，悬崖密林，不如再派遣一支特种部队前往侦查。有可能重蹈覆辙，他不可能不再出手的，只有我或许能不被他注意到。我们现在有这个了，分配给一支特种小队绝对没问题。好吧，但易经的作用可能有限。部长，我们不畏惧牺牲，只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好，那就去办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边境一定会去的。对，我听说咱军队有很多无人机，直接派遣空中预警机、固定翼无人机之类的去进行侦察，摔了坏了也不心疼。在那些无人机起飞前，我给那些无人机附魔一下，就是给无人机上面写上易经，这方法绝对可行。前线，你知道现在那儿有多危险吧？我知道，但就问你同不同意吧。哎呀，我的许大部长，现在北方联合正在与我们交涉，他们境内的超级真菌形势不容乐观，我都忙得火燎眉毛，你小子就别再给我添乱了。我好歹是个军官，想必手上允许动用的权力，调动一些交通工具应该也没问题吧？我已经跟边境还有路上所有营地打过招呼了，他们是不可能给你提供交通工具前往巴拉特的。这下是真没办法了，只希望石强能把我的话带到，别一个个去送人头。咋了，强哥？这么急干什么？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易经好像在发热，烫了我一下，就在我报起这份档案的时候。易经发射，成功抵御了污染，那这份档案……你还记得这份文件吗？等会儿我看看，这是利剑小队的档案，我记得挺厚的，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很好，你没忘记，利剑小队恐怕遭遇了袭击。你刚才易经的异变，很可能就是他们遇袭后，他对你发动了认知污染。石强，我们得做点什么。有关利剑小队的袭击，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口中的第一支小队就是这么消失的。没错，我们不能让利剑小队也全军覆没，这不是简单的侦查，涉及超自然力量，唯一能解决这件事的，可能只有我。不，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巴拉特，但我要告诉你，正因为巴拉特非常危险，我们才更不能让你去。许晨，这是战争，你是议会全体成员，议会最高科学院所有科学家联名要求保证安全的人，不需要你身先士卒。现在我们都是你的兵，只要你能带我们取得胜利，我们无所谓牺牲。但你不行，国内所有患病者数量已近80万，死亡超过16万。如果医学没有突破，这80万人注定死亡。我们的学者、同志、战友都死在了他手里。更绝望的是，我们根本无法阻止。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衡量起来，你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重要。巴拉特恐怕已基本沦陷。CLCN3 支援可能根本没起作用，特战小队很可能就是去送死的。但是如果真的就此不管，我做不到。被推到这个位置，正是因为我的多管闲事。如果坐视不管，我就不再是许晨了。许晨，3号议长，我向你们发出了警告，那支特战小队处境非常危险，需要立刻救援。
如果不行，我可以亲自过去，但你拒绝了，还说你们会行动。但现在他们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说实话，你是不是根本没打算救你手下的兵？利剑小队是我们最精锐的小队之一，他们会完成任务。你当我是瞎子吗？别忘了，我手上有一份利剑小队的资料，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逐渐被异化，他们已经遭遇了严重污染，危在旦夕。如果你不去救，不如也别拦着我，干脆给我一架直升机，我亲自去。你那里的资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什么意思？截至今天，观察员已观测到记录档案6次异常变动，我们早已意识到他们遭遇不测，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派遣了空降小队进行支援，他们装备更完善，包括一些实验阶段的无电子装置载具和设备。空降还空投载具，不怕被发现？不会，我们观测到巴拉特内部有强烈电磁干扰，判断其已丧失空防能力，空降没有问题。我们面对的可不是常规敌人。这次执行任务的小队已携带你交给军区的所有易经，只有观察员保留了几本。徐晨，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儿。巴拉特的动向已不单是你的事儿，这个国家明显不对劲，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不对，你们为什么突然这么重视巴拉特？这策略太激进了。将武装到他国领土，一旦被发现，可被视为直接宣战。刚才我们和北方联合的代表开了个会，北方联合的真菌感染非常不容乐观，他们在西部边境损失了非常多的人，现在已经在向我们请求支援了。考虑到巴拉特内部同样存在真菌感染，我们必须把真菌感染的阵线拦截在国境之外，我们必须实际掌握巴拉特内部的情况。难怪策略这么激进，是看到了北方联合的惨状，担心巴拉特成为下一个培养皿，威胁国家安全。确实不能等拳头打到身上再反制。但是我有些担心这会变成添油战术。如果后续小队也折损在巴拉特境内，事态很可能会失控。这样不是正好吗？我们也可以学学老米的手段，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掌握主动权了。什么意思啊？正好学阿米瑞肯掌握主动权。我明白了，特战小队执行的是侦察任务，支援部队也兼顾侦察。如果他们一切正常，却因意外被巴勒特军方发现而失联，这说明他们更不占理。既然不占理，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揭他们的老底。这是阳谋。没错，要么特遣小队成功救援、侦察、撤离，皆大欢喜。我们把防御阵线推到对面，要么行动失败，那巴拉特肯定有大问题，我们直接开战，一样把防线推过去，结果都一样。还有就是北方联合方面很急迫地向我们索要一批 CLCN3，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必须支援北方联合。徐晨，你那里还有 CLCN3 能支援吗？化工仓库还有一些，大概接近200吨，应该能缓解一部分北方联合的压力。幸好我早有准备。怀疑巴拉特有问题时，就秘密截留了最后一批运往巴拉特的 CLCN3， 替换成了化工中间体。太少了，你那里还有没有更多？没有。CLCN3 不是农药，成绩都比它温和，起码接触成绩不会立刻致死。CLCN3 虽然用于清除真菌，但其本身就是极度致命的化学制剂。因为特殊性，我们很难扩大产能，目前只能给出这么多。200吨太少了，参谋部和北方联合人员计算过，这些顶多能防卫重点区域，他们会不可避免损失大量领土。徐晨，你给我说实话，我们就真的只剩这么一点了？
真要只剩这点儿，也太磕碜了吧？这还磕碜？那东西又不是水，想大规模量产，得等连云那边的化工厂建成才行。时间来不及，北方联合就算要崩溃，也不能是现在。他们需要 CLCN3。北方联合情况这么糟了吗？那 CLCN3 是国内最后的防线储备。好吧，连山化工仓库那边还有大概900吨作为战略储备。你是怎么笃定我还有储备的？哼哼，我好歹也是3号议长，有大杀器我自己都会留一部分。那好，留够太平镇够用的量，剩下的尽可能支援北方联合。我们现在还不能失去这个盟友。不行，太少了，我得多留一些。你小子，这是能讨价还价的事儿吗？刚才我已经跟西莫夫同志谈过了，我说你才是国内 CLCN3 的负责人，他们坚决要见你一面。等会儿会携带详细资料，搭乘直升机去你那里，当面跟你交流要计事项。放心，他们还不知道你的其他身份，只会知道你是 CLCN3 项目负责人，你就自己跟他们谈吧，能留下多少看你嘴皮子了。等会儿，直升机？行。奇怪，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高兴？有吗？您听错了。那就这样，我等他们过来。机会来了。有了共同敌人，议会甚至能让外兵进入军事基地的程度，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类确实需要团结。头一次见到梅丽静也这么完美的女孩子，看西莫夫那温柔的眼神，这少女身份不一般。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 Я Герасимов, начальник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ы Сунцин? 你好，同志，我是西莫夫，北方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你就是许晨吗？翻译，毛子的翻译质量这么高。等等，这算童工吧？不错，我就是许晨 ，CLCN3 项目的总负责人。你看上去有点太年轻了。旁边的翻译也一样年轻，但我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才能站在这里跟你交流。这个是你们领事馆发放的翻译器，有了这个，我们可以更方便交流。你说的不错，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这是玛莎，我的女儿。正是因为她精通所有国家的官方语言，才能充当我们的翻译。我去，这么强！但这时候带女儿来，恐怕北方联合的处境真的不容乐观。她或许有其他打算。你的女儿很漂亮。谢谢，不过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如果战争胜利之后，我很乐意同你们一同畅饮。但是现在，我们的前线形势相当危险，非常需要大量的 CLCN3 药剂。而你们司令说，你掌握着你们国家所有的 CLCN3 药剂。我想问一下，你们可以支援多少？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跟我来吧，我会尽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经过我们的精确计算，北方联合至少需要3200吨 CLCN3 原液。这份结论很精准，但许晨同志，你们支援的这1000吨的 CLCN3 药剂，不足以让我们在真菌的肆虐中坚持太久。看在我们国家之间的友谊，再多给一点，可以吗？
这些药剂确实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我只能向你承诺，未来生产的 CLCN 药剂会尽可能用于全部支援你们。抱歉，许琛同志，我们发现贵方已经完善了 CLCN3 化工生产线，保守估计，你们应该已经生产了近10000吨的 CLCN3 药剂。那么那些药剂去了哪里？剩余的 CLCN 药剂已被我们用于支援邻国巴拉特。鉴于巴拉特与我们国家紧密相邻，一旦其境内爆发无法控制的真菌感染，将对我国构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威胁。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管。来了，巴拉特这么多药剂，即使是我们国内的超级真菌都够灭上2遍了，应该会有所剩余。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从巴拉特那里获得部分 CLCN3 药剂？概率不大。据我所知，巴拉特境内有一些不太妙的情况发生。如果不是这样，我还未必能有 CLCN3 可以给你们。不过我已经派遣小队进去调查了，我怀疑巴拉特也有深潜者的另一个分支。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去边境看看，说不定会有所收获。我们可以合作应对巴拉特的威胁。不是，部长，你原来在这儿算计着呢。许琛同志，北方联合愿意进行合作，我们立刻出发前往巴拉特边境。队长，刚收到消息，侦察组的无人机在飞往巴拉特中途失联，只有一部分特殊无人机成功勘定了巴拉特境内的异常范围与路线。我们要去的地方恐怕有强烈的电磁干扰。看来还是需要潜入侦查。计划变更，今日正好有一批 CLCN3 药剂运往巴拉特，为不引起注意，我们搭乘运货车队进入巴拉特境内，查明 CLCN3 的流向。这是最便捷的方法。巴拉特已暂停所有航班货轮，关闭口岸，只有物资能通过，但检查据说很松懈，货运卡车很容易操作。队长，既然有强烈电磁干扰，我们怎么联络中央？一旦进入巴拉特境内，我们就等于失联。不过，据无人机视察，电磁屏蔽主要在低空生效，对高空影响不大。我们的飞机会一直在高空监视，需要撤离时，我们脱离干扰圈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应。巴拉特的反应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那没有设备，我们怎么收集情报？这个不必担心，后勤部没有专门的胶卷相机，不依赖电能，出发前会带过来。还有什么问题？这次行动不必太紧张，但绝不可松懈。我们的目的是搜寻情报，不是渗透破坏，但这不代表危险小。据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支特种部队，明白了吗？明白。好，灰狼，把我那个小包拿过来。石头、豹子、夜宵，你们也过来领一下。这是什么？没见过，好像没什么用。这个类似于，总之，巴拉特内部有超凡力量，这东西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不受侵害。人手一本，贴身存放，绝对不要丢失。红色的是最强效镇定剂，效果你们清楚。这支蓝色的需要特别介绍，这是议会科学院研发的贝塔 MF 药剂，效果弱一些的镇定剂，但无副作用。需要颈部注射，快速生效。它能抑制由超凡力量引起的负面情绪。注意，没有镇痛效果。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尽快注射。根据最新条例，凡参与1级超凡作战任务，都要下发这个应急包裹。你们是第一批实战使用者，都注意点，回去记得写使用反馈报告。像胰岛素注射笔，会有。明白了没有？明白。很好，很有精神，出发！
我们的铁桶质量信得过，但巴拉特关爱检查站能信得过吗？喂，灰狼，想啥呢？担心任务？没想啥，就是好像感觉少了点什么。还有，我们就这么过关，有点不保险。你倒是想得周全，不过队长说了，咱有些东西要运进去，不然徒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能探索多远？猎鹰说的对，队长早打听过巴拉特的关爱检查情况，只能说根本不用咱担心，别的部门早打点好了，一路绿灯。与其操心这个，不如关心手上的枪，那是报名的。那可不，博雷塞尔93，正宗德意志货，后听说绝版了，说等任务完成就给我了。快到检查站了，静默。检查站？等等，没有路障，没有哨兵，怎么会空一人？下来吧，就从这里下车。注意，车队再走13公里就到中转站，卸货后回，之后的路靠我们自己了。巴拉特的路况只允许用摩托车，这些车都特别改造过。上车，提前赶往中转站侦查。是。看起来有活人，好像没什么异常。我看不出来，猎鹰，你眼神好，看看他们仓库情况。错觉还是傻？对了，该看看时间了。队长，有情况，遭遇电磁干扰，我的手表停了，对讲机失效。检查手表，谁的坏了立刻汇报。报告，我的表也坏了。报告，我的也是。真麻烦，这里不该是干扰覆盖区，为什么这么早遇到干扰？狐狸，把机械表，所有人检查身上电子设备，没用的找地方埋了。不对，电磁干扰的范围扩大了，它可能在缓慢增长。狐狸，赶紧记下来。我们刚抵达时，这里还正常。如果干扰范围持续扩大，那么用损失无人机的代价绘制的地图已经不可信了。如果有机会，我们必须确认干扰的成因。这儿离边境太近了。队长，既然有电磁干扰，对面的设备估计也用不了，就他们的单兵素质，我们这次行动反而更简单了。没那么简单，别忘了，我们在这里损失过一支小队，能执行边境渗透侦察任务的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如果他们面临的不是来自巴拉特的力量，而是更难以对付的东西。队长，有情况，我发现他们的中转站还有通道。你看，队长，我注意到中转站后面的空地有大型车辆的车辙印，大致往西南延伸，还有一条往西北方向。向西南延伸，基本是农业区和一小片聚集区，更远是肯斯登城，交通不便。从这儿出发，只有西北方才有铁路网。果然有鬼，有一部分东西直接被送到了这个地方。援助物资分两种 ，CLCN3 药剂、人道主义粮食物资，正常情况应全部运往火车站，留下一部分运往偏僻地区，意味着可能被悄悄储存或处理。粮食是硬通货，官僚不会放过。最可能被处理的是 CLCN3 药剂。队长，他们的车要出发了，快上车，跟上去。对方根本没防备会有人跟踪，夜幕是最好的掩护，这才是面对无戒备目标的正常任务过程。影视里采树枝被发现，那是为了情节冲突。
我们在这儿是什么地方？坎坎矿场，一个小型煤矿。矿场？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在这里把药剂处理掉？很可能是就近处理，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些药剂，只是收下，但不愿意使用。先去更高点侦查，确认矿场活动和周边情况。这里居然能正常使用电力，龙门吊、探照灯，难道巴拉特某些地区能免疫电磁干扰？如果这样，实力就不对等了。他们若发现我们，我们将极其危险。恐怕不止如此。如果巴拉特掌握了电磁干扰的免疫方法，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知道干扰的成因，甚至能操控它。而且不止这样。你们看他们的动作，他们像是在准备掩埋这些药剂。矿坑两侧安插了炸药，足以引发坍塌，保证物质不泄露。我敢肯定，这附近地下没有地下水，也没有易坍塌的溶洞结构。如果不是他们研发出更有效的药物，那就是在故意放任国内真菌传播。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就和他们现在能利用电磁干扰有关？不能确定，不过我们至少确定了 CLCN3 的下落。狐狸，拍照，这些证据拿回去足以施压了。既然他们不想用，我们也不稀罕给。灰狼，你保管，我们还得靠近点儿。检查那些探照灯，最好能接触到发电设施。另外，桶装的 CLCN3 好像没在坑里，需要搜寻剩余药剂的下落和更多证据。分组行动，我狐狸一队进矿坑内部侦查，灰狼猎鹰一队确认电磁屏蔽失效的范围和原因。夜宵豹子石头，你们3个人一组，组织火力，随时准备掩护。夜宵。队长，你在说什么？什么夜宵？我们不是一直是4人小队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总觉得哪儿不对？注意安全，我觉得脑子不太清醒。检查完毕，回摩托车点集合。如有任何异常，放弃任务，立即撤离。你们手上已经有照片，只要能回去，任务就算完成。是。又是那种温暖感，错觉吗？不，任务要紧。走，我们也出发。队长，你看那个地方。队长，你看他们的防化服颜色有点不对啊。没错，叉车驾驶员的防化服颜色更鲜艳，单看手套和面具样式，应该都是北方联合制麦斯防化服，应该是防止什么东西入侵的。但这玩意儿好像防不住在他们境内肆虐的黑色霉菌啊。队长，如果他们真把药剂运进矿洞，恐怕是铁了心要销毁了。那我大概知道他们在放什么了，防止挥发的 CLCN3 入侵。好，记下来，再补拍2张。光线不好没关系，回去有修复团队。之后必须确认这个矿场地下是否有水系，如果没有，这里就是完美的化学品填埋场。深埋地下，无污染泄露后顾之忧，这是铁证。就这样，咱们的任务算完成了吧？到现在好像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再观察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和猎鹰他们会合。队长，你说他们这么做到底图什么？用不了存起来也行，非要销毁。作为队长，我本不该说没把握的话，但现在看来，巴拉特不仅有鬼，而且鬼大了去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了北方联合的惨状，才敢这么干？狐狸，你书读得多，你说，要是有叛国罪，那会不会有叛人类罪、叛囚罪？谁能想到真有外星人入侵？现在这情况也不差，立法有滞后性，国际法也是。我觉得没有。豹子，你怎么看？队长，你在问谁？问谁？当然是豹子。奇怪，我衣服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热。队长，我们这儿只有2个人啊，你到底咋了？在刚刚都不对劲儿。奇怪，有点奇怪。我刚才竟以为咱们现在不止2个人。不可能，我们一共就4个人，多的人怎么分？看来是我记错了。这破地方待久了，确实让人神经过敏。这里侦查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和灰狼他们会合了。别忘了，电磁干扰扩散的原因还没查清。等我确认一下。刚才觉得这东西有动静。队长，出什么事了？不，没什么，刚才可能是幻觉。幻觉？这东西刚才好像在发热。你的呢？我的在腰包里，除非它能着火，不然我感觉不到。这又不是暖宝宝。不对，技能不对，我记得里面放的是易经，上面说的很重要，我检查一下。这东西好像没什么变化吧？爻辞上六，细用灰墨，至于从疾，3岁不得，凶。队长，这些字看起来有点奇怪啊。我念了那段话，好像获得了某种启迪。不对，是中招了，是认知干扰。中招了！豹子呢？豹子去哪儿了？队长，你在说什么？谁去哪里了？是豹子，豹子，还有夜宵、石头，他们3个是我们朝夕相伴的兄弟，开始还在一起的。谁是豹子？